子宫肌腺症一直复发怎么办呢？该如何逆转呢？乳房纤维囊肿跟子宫肌腺症有什么关系吗？子宫肌腺症可以吃黄豆制品吗？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 Dr. Lin。有很多女性朋友有子宫内膜异位、子宫肌腺症的问题。最可怕的是每个月剧烈的经痛，让人苦不堪言导致无法正常上班，或是痛到在地上打滚。有些人甚至严重到用打停经针来控制症状。今天我们就要来分享一位个案采用自然医学来逆转妇科问题的心路历程。晶晶是一位全家移民北美的41岁华裔女性，她先生之前罹患了忧郁症6年，她尽心尽力的照顾她。4年前，她因为子宫肌腺症造成了剧烈的经痛而开始吃中药，但是后来中药的药效不够，经痛压不住了。她就去打了荷尔蒙针剂。2022年初，她也去做了海扶刀，结果子宫肌腺瘤从4公分缩成了3公分。但是让她更困扰的是，2022年3月份开始，她右侧乳房莫名长出了80颗乳房纤维囊肿。左侧乳房也长出了50颗纤维囊肿，她乳房的肿胀和剧痛让她苦不堪言。突然冒出这么多颗的纤维囊肿，她整个人也吓呆了。后来她去找了许多大医院名医做诊断，做了一大堆影像医学的检查，但她得到的结论都是继续追踪观察。他来找我的时候，整个人非常的彷徨。他跟我说，他不了解为什么他试了这么多的治疗方式，但妇科问题不但没有解决，而且还是越来越严重，反而如雪球般的越滚越大，问题越来越多。他已经厌倦了一直让自己身体浸泡在人工荷尔蒙药物中，那是一种不知所措、不见天日的反复失望。他是这么说的，他说他很希望有人可以陪他一起走这个疗愈的过程。然后我就安慰他呀，我跟他说，问题会一直出来，是因为没有治根，没有系统性的解决的话，问题才会一直反复。后来我们协助他做了许多精准自然医学的荷尔蒙检验，从数据中发现他的荷尔蒙失调根本的原因是来自于压力，因为他之前家中有人生病，他负责照顾者的角色，那这几年下来，他也把自己身体搞坏了。1个月之内，我们用非药物疗法，像是食疗、营养处方、血疗法、顺势疗法，同时处理身体与心灵的部分。后来他乳房的疼痛大幅降低，他也开始学习转念，把任务交给别人做，不要什么事都自己扛着做，让自己累死，让自己有多的时间好好休息。他非常讶异，居然他的乳房疼痛可以好得这么快，原本硬邦邦的乳房现在摸起来都变软软的了。他的经期也开始恢复规律，每30天一次，而且最近几次的经期不但没有血块，也没有疼痛。他后来也跟我分享他的心得，他原本以为自己的状况是不能吃黄豆的，但是检验出来发现他的病根并不是荷尔蒙的问题，他的问题在压力源，所以他是可以吃黄豆制品的。他说他非常感激这样子精准自然医学的方式，可以让他找出真正的原因。今天说，由于现在的资讯发达，大家都可以在网络上找到妇科问题，哪些东西可以吃，哪些东西不能吃。但问题是，这些资讯都是针对一般大众的概括性 general 的建议，并不是个人化 individualized 的建议。因为在没有被完整评估并以检验数据作为导航之下，一切都会有点像瞎子摸象，也因此很难达到好的成效。因为网络上都这样子写，所以他以前会听信网络上这些资讯，以为像他这样有子宫肌腺症的人不能吃黄豆，变成他这个不能吃，那个也不能吃，导致他对吃食物这件事变得非常的紧张兮兮。他提到，在一个社群群组里面，有人提出近50种食物是子宫肌腺症患者不能吃的。我听到这个时候真的是倒吸了一口气，因为如果真的这么多食物不能吃，那你要怎么过生活呢？但晶晶说，她现在有自己的荷尔蒙数据之后，她就能知道哪些网络上的资讯她是可以采信的，哪些她是不需要理会的，因为那些资讯没有个人化，也不适合她的状况。最近晶晶跟我说，她很感谢我陪她走这段妇科疗愈的过程，她希望我跟大家分享她一路走来的心得。以下呢，我就将晶晶这个故事中几个重点来跟大家分享。第一，问题会一直反复，是因为没有找出真正的原因。第二，别人报的名牌或是网络上的资讯，无论是食物或是营养素或是剂量，不一定适合你。因为每个人的病史、用药史跟现况都不同，尤其是在没有被精准评估之下，小则吃错浪费钱，大则吃错伤身。第三，妇科问题的病根若没有处理好，妇科3姐妹器官子宫、卵巢、乳房就很容易会连续出事，因为它们3个都是 hormone sensitive 荷尔蒙敏感的器官。第四，
当身体与心理一起处理，就可以好得更快。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我得说，女性真的不容易。对内要照顾家人，在外若想要自我实现的话，则需要具有跟男性一样的竞争力。在这个内外夹攻的压力下，真的是辛苦了。上天赋予我们女性有宝贵的荷尔蒙与生育能力，但是若一不小心生活失序，就很容易搞出一堆身体病痛。因此，女性朋友们，我们一定要好好爱自己，学习健康知识，好好关照自己的妇科健康，让自己不被荷尔蒙失衡所影响。女力加油 ，Yes you can！若你觉得今天影片很实用，也欢迎将这部影片分享给需要的朋友们哦。别忘了按赞、订阅跟分享哦。健康聊天室，我们下次见。